福瑞确实挺奇怪，我从12年混圈到现在也不能理解，人都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过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又想变回之前的低级动物。福瑞是在千禧年期间从西方传入中国，在近几年群体增长异常迅速的一个新兴爱好，这都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和新媒体的崛起。即使是我之前在日本的机场，值班经理看到我的毛都说在抖音上刷到过有人穿这个跳舞。而福瑞简单来说就是喜欢拟人化动物、喜欢毛茸茸的群体，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福瑞控、兽人控等等。随着福瑞群体的日益增多，社会上也有更多人知道了福瑞，但随之而来的也是越来越多的诋毁和谩骂声。只要在百度搜索福瑞为什么，会出现很多贬义的搜索结果，甚至出现了打着反福瑞旗号就能蹭到一波流量的。能看出圈外人对福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本次视频我将带我的个人观点去讨论这个问题，无论你是圈子外还是圈子内的，看完这个视频你一定会有所收获。同时也希望在弹幕或评论区友好的交流，不要吵架，千万别吵架。福瑞确实挺奇怪，我从12年混圈到现在也不能理解，人都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过来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又想变回之前的低级动物。一般来说，如果太多人对某个事物或事件存在刻板印象，那他们大多数都是没有真正深入了解过或接触过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果你不了解两个人，他们一个是专科，另外是本科或者硕士，在社会上肯定是硕士或者本科更加受人青睐，比起长相不好看的、外貌阳光帅气的则会更加讨人喜欢。但事实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专科反而可能会比本科或者研究生更容易找到工作，而阳光帅气的可能经常听到各种人的吹捧，靠脸就可以获得其他人的青睐，他们的内心也会变得膨胀扭曲。我身边就有这种例子。而也许你并没有接触过福瑞，但在你身边的朋友有时茶余饭后吐槽了几个瓜，还有互联网上各种奇怪的搜索结果，还有空间那些看到的东西，又或是看到的某些视频等等等等。你别说福瑞，任何圈子都扛不住这般猛烈的舆论冲击。这个时候，对于没有接触或深入了解过福瑞的，第一印象已经很坏很差了。原来兽圈是这个样子。以后如果身边的朋友再有人提起这个圈子，你也许就会仅凭这第一印象脱口而出，这个圈子确实不怎么好，很恶心。这个其实能理解，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权利。人在对某些东西无感的时候，哪怕吐槽两句，在互联网上也很常见。有些毛绒很可爱的小猫小狗，还有好看的风景视频等等，这种内容底下都有键盘侠去喷，更何况第一印象对很多人来说就很差的福瑞呢？况且传播坏事会成为负面情绪的宣泄口，在传播流言蜚语时，人们都会将自己生活中的消极情绪带入，无论是对事物还是对他人形象的破坏，又或是对社会的一些事件、一些圈子的诋毁，都能让人宣泄心中的坏情绪，得到一时的快感。而且传播一些流言八卦也会更让人融入某个圈子，促进社交的关系。说圈子或者别人的坏话，能让人们在情感上更加的接近，彼此间也会更加具有认同感。这么说吧，大家在吃瓜的时候，无论是兽圈的瓜还是你们周围朋友同事的瓜，共同去谈论那个人，讨论他的丑闻，都是小群体内津津乐道也热衷于分享的事儿。但是反观那些不喜欢吃瓜而又天天喜欢宣传好事的人，他们通常与这些群体格格不入，甚至可能会被排挤在外面，被疏远和孤立。这也就是坏事传千里了。福瑞的瓜确实不少，某意也确实够逆天，但任何群体都有自己的两面性，也没有任何一个圈子和群体是完美的。兽圈说白了也就是大社会的缩影，随着人数的增多，各种事情各种瓜也会越来越多，也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任何一个圈子随着人数的日益增长，这其中每个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完美幸福的家庭，正确三观的人，完全不可能。所以我的前两期视频，无论是福瑞杀人还是和狗做那种事的人，我都不感到奇怪，也只是当成拓展眼界的福瑞历史拿过来给大家讲。人数够多，基数够大，出现几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心理变态并不奇怪。反观社会上做过比某一逆天的事情的人更多，只是庆幸他们不是福瑞，所以做逆天事情的罪名也没有被转接到福瑞的身上。以及福瑞文化里确实有很多 NSFW 类的内容，对于未成年来讲，之前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有些父母以及社会的舆论对这种事情都表达过不好的看法。但是吧，福瑞头部的几个 UP 的粉丝加起来，抛开那些买粉买流量刷粉的，也超不过50万。这其中还有很多是重复的，也有很多是成年了的。这基数相比其他那些不是福瑞圈经常浏览黄色网站的未成年来说，真的算很小一部分了。所以未成年浏览色情网站、色情图片不会被人歧视，相反他们还会互相分享这些网站。单看福瑞那些动漫的色图，反而会被家长骂、被人歧视，说福瑞教坏了小孩子。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很多人肯定抱有不同的看法，我也不发表自己的评价，无论是弹幕还是评论区，友好沟通啊。同时也有很多笔友，不管是我直播还是私信，又或是评论区里，都有人反映过自己或多或少因为福瑞被身边的朋友歧视、被孤立。但在我回复沟通后，了解到他们出奇一致的一点，都是小学生或者初中生，被同学孤立、被歧视，这种算是校园暴力。我个人在小学和初中也受到过这样的待遇。上初中时候，全年级有900多人，我第一次月考考了全年级单科数学倒数第一，总成绩排888名，倒是挺吉利的。那之后，我身边同学孤立我、欺负我的同时，嘴里总会挂着：“哎呀，人家考全年级888名呢。”尽管我偶尔会给他们送饮料、买零食去讨好他们，但依旧是被孤立的那个人。打断一下，别说我福瑞控学习不好什么的，我是严重偏科的那种类型。高3时候的月考，我最好的一次地理单科是年级第3还是第2来着？也是同年数学考了零蛋，蒙到10道题全都错了，后面的题全都不会做，正儿八经的只会学文科的。他们孤立我的理由就是我数学学得不够好，考试的排名靠后。但抛开那些人，我依旧有很好的朋友，就算往后我考了900多名，他们也不会嫌弃我一直在跟我玩。所以我想说的是，你身边朋友看你不顺眼，他们想孤立你，想校园暴力你，跟你喜不喜欢福瑞并没有太大关系。你不喜欢福瑞，他们也会找其他的理由去孤立你，去欺负你。没有人会在乎老刘吃了几碗粉，最终目的不过是把老刘往绝路上逼罢了。相反的，大学之后，还有现在我身边很多工作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人给我提到过他们的生活中因为福瑞被同事孤立和嘲笑。成年人的世界，要真孤立一个人，不会选这么幼稚的理由，顶多就是知道你是福瑞，可能跟你聊2句，说这个圈子是不是什么不太好，哎呀巴拉巴拉，聊完就真完了，没什么了。我去年面试工作，导演要看我的作品，我都是直接给他们看我的 B 站，5个面试官当着我的面看我的 B 站的视频，2年之后把我录取了。上班时候偶尔还会跟我聊几句福瑞。如果你身边人选择福瑞这么幼稚的理由去孤立你、去嘲笑你，那这么幼稚的朋友真没什么可交的。但是说了这么多，福瑞圈真的就只有那些瓜还有 NSFW 吗？当然不可能。刚刚说完了坏事传千里，现在就到了好事不出门的环节了。我参加过那些大型的收人聚会，台湾的、上海的，还有日本的，他们都会把其中一部分的收入或者某个活动获得的全部收益用于捐款到各种动物协会或者慈善组织。美国那些大型收据就更不用说了，一搜全都是，根本说不完。这些也只是其中一个展会的，但这么多次捐款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大家只会把听到的、看到的不好的事情，也不管真假就去使劲传播，好的事情都会被选择无视掉。2022年的10月，有个笔友突然留言说以后看不到我的视频了。看到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发消息也不回，直到晚上呼了很多次语音都没有人接，我选择了报警，把 QQ 号提供给了警察。庆幸现在的实名制度，警察能根据 QQ 号知道一个人的手机号，从而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住址。第2天那边的民警回电要跟我了解一下案件的细节，问我跟当事人的关系等等，说人没事儿，赶到的时候窗户是封死的，煤气也都开了，但是及时发现人没什么大碍。这种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被拿出去也只会说是这个是人家个人干的事情，跟他是不是福瑞没有任何关系。也确实，所以那些干了逆天事的人恰恰是福瑞，就说明福瑞控逆天了吗？视频的最后，对于那些以反福瑞为主题来蹭流量的内容，千万不要理。互联网上思想不在一个维度，根本就没法讨论一件事儿，键盘侠太多了，你永远不知道坐在你对面的是不是一个小学就辍学在跟你争论这些事儿的人。有时候真的很佩服这种人，怎么就这么闲，有那么多精力对某个圈子宣战，每天和很多人网络上打嘴炮，佩服佩服。而你呢，和善的言辞会被人家认为好欺负，鸡肋的言辞就会让人觉得福瑞真逆天。不管是哪一种，你去回复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流量到手了。恰恰相反，如果没有人去理去关注这些人，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们会觉得哇，反福瑞都没有流量可蹭了吧，天天骂福瑞怎么都没有人过来看看我，真可怜你。一切事物的负面影响都会大于正面影响，福瑞充其量也就是这世间数不尽爱好中不起眼的一个，大家想要的也只是通过有创造力的可爱的毛绒动物来表现自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管外人怎么说，身边福瑞的朋友都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陪我走出人生的低谷，陪我一起面对最好朋友的离世，陪我走出失恋后想自杀的阴影，鼓励我勇敢追求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和我一起经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而这些那些熟到一定程度的同学，他们从没给我说过这些话，关系太好太熟，这些话如果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反而会觉得很尴尬不好接受。
我相信你们在福瑞圈里面也都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没有，加油，缘分没到会遇到的。同时，做好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这个视频也只是不希望福瑞是你众多爱好中最害怕被人嘲笑、最拿不出手的那一个。好的，那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有任何看法，友好交流，一定要友好交流。所有观点也只是我个人的，也欢迎批评指正。那么我们下期再见。